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怎么这么突然？我还没反应过来。对啊，突然你就说，突然就开始了，害我有点偷袭手足无措。好，我们今天的画面这是个效果。对，我们今天画面非常多人哦，很热闹。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2位女老师，那画面瞬间变得柔和许多，哇，都不是3个我还以为你说臭男人而已，拥挤许多。没有用挤。好，那我们今天呢，2位女老师特别跟我们要来聊一下 comprehensible input 这个教学法啊、那我们欢迎可人老师，然后再欢迎素清老师。好， Hello，同学们可能对素清老师比较不熟悉，对，我们可不可以先请素清老师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Hello，大家好，我叫素清，然后我也在做我的油管频道，所以呢，打个广告，我的油管叫 Comprehensible Chinese，我做的主要是 Comprehensible Input 视频，所以现在我最近做了我的网站，对，我做了我的会员网站，叫 Lazy Chinese，对，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做很多很多的可理解输入的视频给学生看，对，然后今年另外一个目标是要告诉别人怎么用这个方法学习中文。好，那这个素清老师跟可人老师2位老师都特别喜欢用 comprehensible input 可理解性输入来教学哦。我想先问一下，你们2位老师是怎么碰在一块儿的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你们2位老师怎么惺惺相惜？先让可人老师说一下好了。可能老师好像2018年的时候，这么早？对啊，对，你都记得2018年还是好像？因为2018年就是我在美国国防部教中文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很无聊，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做很多 comprehensible input 的视频，可能是那个时候我跟素琴老师认识的。就是你把自己放到网上以后，很多有意思的老师就会过来联系你。对，我印象是这样的。好，是的。那素清老师，你跟可人老师的相遇，你还记得的过程跟感觉是怎么样？我记得我看到可人老师的视频，我觉得可人老师真的就是很不一样，很难找到这样的老师，就是完全是独树一帜的那种老师，对。疯狂。对，我好像也记得，我当时看，好像可人在海边录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的表情是当当当当，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可人的视频，我就觉得，哎，这个老师好特别。对，我都忘了。不过其实2位老师都算是经营自媒体很久了啊。我小时候就是看你们的视频长大的嘛，然后也慢慢影响到我们，也开始走自媒体之路。对啊，偶像见面会，对。那不过这个不好意思打断素清老师了，刚才那个没有讲完，哪个没讲完？没关系，对，我就是看可人老师这个分子，我觉得这个老师有意思，对，然后我就给他留言，我说老师好有意思，可不可以加你的微信？这么直接的，一开始就要加人家微信？对，我还真的是，我现在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给很多个老师发过这样的信息，尤其是现在，就是我想邀请更多的老师来做视频，但是就是回复我的老师没有那么多。你上来加人微信，一般情况下会加的人没有那么多吧？不是微信，其实我没有叫他们加我微信，是我说我们能不能怎么说，就是在教学领域上合作吗？再交流一下。OK， 对，另外再交流一下。然后可人老师好像可人老师说的吧，就是直接加微信，然后后面加了。对，我们一直有联系，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我不是 CI 的老师，对吧？可人，对，可人老师怎么那个时候没有说，哎呀，你这个应该用更好的方法。对，觉得就是鼓励别的老师用 CI 教学，不应该直接说，应该把你上课的视频放出来给别的老师看到。如果你自己教的好，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也想这样教，他们自然就会去用。
但是如果你用嘴巴说的，这是 worst sales technology。就是你要卖一个东西，你就直接跟人家说你来买吧，我觉得这是最烂的销售的方式。你应该做给他看，然后大家觉得好，他自己就会去做，对不对？对，OK。那我觉得我开始认识素清老师其实也很多年前了啊，我有请素清老师上过我节目好几次了。也是因为可人，你知道吗？对呀。来说一说，我不太清楚真的吗？对，是因为可人，因为可人在他的朋友圈发，他说这个台湾的老师免费教别人中文，然后我说哇好酷，我说我也要去参加他的直播，然后可人对，可人叫我去联系你还是什么，我忘了。对，你联系我，有。不过我在之前就已经有关注素清老师的频道了。倒是我可以聊一聊，因为素清老师很早之前他的油管频道叫凹凸中文。我大概有点印象。对，我就被这个名字给吸引了。为什么叫凹凸嘞？所以我后来其实上节目我也有问他这个问题，我很好奇，等一下让素清老师自己回答啊。就是我看到凹凸中文，就这个名字好奇特，很特别，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我发现这个老师教中文的方法很特别，就是他特别会强调用手势或用图像来帮助学生记忆，而且特别会喜欢用故事讲他，不管是讲他自己的故事，还是他自己会编一些很有趣的比较初阶的学习者可以理解的故事，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然后他那时候发视频的速度很快，更新的速度也很快，所以我特别有关注他。另外就是素清老师算是我们几位中文老师算比较早经营油管的老师，很早。对，很早就经营了，所以我蛮早就注意到他了。所以素清老师，你当初经营油管的过程，包括那个名字怎么来的等一下告诉我们一下。还有就是你从过去到现在，你的教学法有没有什么改变？还是就是一直用 CI 吗？还是你中间有经历过一个改变的过程？我具体忘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估计是2018、19年左右开始做视频。对，然后一开始就是用英文教中文，对，就是传统的教学法。现在那些视频都看不到了，只有一个。你都删掉了？不是删掉，隐藏起来，看不到，藏起来了。对，不好意思。对，因为我的确是算是全盘否定我之前做过的东西，然后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很爽，我喜欢这种感觉。改变，对，然后就是可人老师他就是 CI 的大使嘛，他会常常说这个东西。你刚才用的是哪个词？大使？大使，把可人吓的。大使啊，大使，大使，我觉得大使可以，大使可以啦。对，他就是大使。然后我一直听，可能听了很多遍以后，终于听进去了。然后我觉得那个时间刚刚好，就是我已经用腻了传统的教学法，然后听到这个东西，我记得我问过可人，我说可人你说的 comprehensible input 是什么？然后可人说这个东西说不清楚，自己去 Google 一下。对，是可人的风格，可能的。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想知道，是你的秘书。对，他说你应该自己先去做一下调查，你什么都不知道，他解释起来很麻烦。这个问题太大了嘛，不好说。然后我自己去做了研究，然后后面有培训，我也去参加了。对，那其实在我转变教学法这个过程，我没有做视频，我停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对，然后后面开始做这个教学法，用这个教学法之后，就觉得那我需要做学生可以理解的东西给学生看，对不对？要不然我找不到。对，所以后面就开始做，然后做的话，我现在方向还比较坚定，对，我现在就是要做这个方向的东西。所以素清老师，这个不只包括你在发视频里面的教学风格。我记得你也告诉过我，这个也影响到你在私教课1对1的教学方式，对不对？当然做变化。当然，对，你给自己的变化上的改变会是哪些？太多了，就是我以前用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扔掉，然后自己准备所有新的东西。
然后就是从头开始编故事，从第一个编到最后一个。然后就是上课之前，有的时候时间很赶，就是坐在那里就跟难产一样的，然后就是想，OK，对，真的今天怎么办？编不出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对，肯定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故事一般般，然后第二次就会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然后故事会越来越成熟，对，但是就是真的那个过程就有一点点像难产，有一点像写书，写不出来，但是就是必须坐在那里，必须。因为我已经承诺给别人，我就是要用这个教学方法，我就是要用 TPRS。对，我没有故事，我怎么可以说我是用 TPRS 呢？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硬编。那苏青老师，我也看过你的视频，我觉得特别棒，好多都是来自你生活中的那个灵感，你自己的故事。你是怎么把这个故事，怎么把这个灵感变成这个 CI 的故事的？中间你就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对，这个好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我在把它变成我教学的故事的时候，我没有想太多。我现在很多故事我都发现，比如说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故事，是一个男的，他要吃10个汉堡，然后他点了10个汉堡，最后他吃了1个。对，然后我当时编完这个故事，我就没有想这个是源于我的生活的，但是我想一想，发现我前男友做过这样的事情。对，他说我要吃10个汉堡，然后后面他只吃了1个，然后我觉得哇，原来他已经就是我生活里面所有的东西，他都变成了我的教学材料。对，就我都没有想，但是很多东西它变成了那个材料。我不知道，我没有想着说，哎，我要把这个东西变一下，有的时候会，但是有的时候我都忘了。OK，那他这个故事怎么是一个？你觉得怎么编、怎么调整，会最终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CI 的材料呢？比如说你有了故事，那你在做这个材料的时候，你是怎么编排的？这个可能老师就很有经验了。就是 TPRS 的故事的话，一般就是会有一个人物，然后他会有一个问题，他开心还是不开心，对不对？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高潮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对，然后大部分好的故事都会有这些东西，最基础的东西，对，所以就根据这个来编。所以我想问一下可人这个问题，我倒之前没想过。你这个 CI 是都需要用这个故事来教学的吗？对，还是不是，苏青老师比较强调故事，因为我记得他第一次参加 CI 的培训是，那个是 Mr. Ray 他的西班牙语课。TPRS 比较强调就是狂编故事，但是 CI 有其他很多很多方法。但是可能擅长用故事的老师就比较多用故事，然后擅长用 movie talk 的老师就可能会用 movie talk， 擅长用 picture talk 的老师可能会用 picture talk， 还有擅长用教育戏剧的方法的老师会用教育戏剧，然后还有其实也有擅长叫什么做游戏的老师，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可能故事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方法，因为我们不用教材，可能就是 target vocabulary 有这么多，那你可以有100个故事把 target vocabulary 教出来。所以因为它的教材都是故事，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全部都是讲故事，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原来如此。那可能老师，我想，因为我听我们这个采访的学生，很多人可能对 TPRS 很陌生，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TPRS 代表什么意思？然后他之前有过不同的翻译，有的人说是 Total Physical Storytelling，对，但是后面呢，有人改成Total Physical Response Storytelling， 还有不同的翻译，其实我都忘了，因为我跟你说实话，我个人不太推崇 TPRS， 因为我觉得TPRS 他们 circling 问问题的方式有一点太单一，所以后面我就渐渐的放弃了TPRS 这个教学法。我把 story asking 和 storytelling 用的比较少，我用就是不管什么方式让学生有重复的 input， 这个我强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可能是描述这个图片，有的时候可能是描述这个视频，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 story asking，
有的时候可能是 personalized questions and answers，我用的这种比较多。然后我用故事主要2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如果是在公立学校教书，每节课的，因为1节课是90分钟嘛，所以每节课的前10分钟都是给学生做free voluntary reading，所以他们就是你想要读什么都可以，你只要回答后面几个问题就行了。所以每天我都会给学生用昨天学过的词写故事，他们前10分钟就是在读我给他写的这些很疯狂的故事。然后 story asking，初中、高中学生会特别喜欢，因为他们想象力很丰富。但是跟成人教做 story asking，他们会很尴尬，他们会给不出你细节。那这个时候可能是老师编好的故事去教他们会比较好一点。其实我就不怎么做 story asking， 因为现在我很多学生都是成人，我给他们比较多做的是 class story， 就是今天我们上课的学了这些词，然后我会在课后给他把他回答过所有的问题编成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是关于他的，也可能是关于一个图片的故事。就是上课我们问出来的结果，我把它改编一下变成故事。所以其实我不太用 TPRS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 TPRS 如果用得好的话，会非常出彩，因为它是和教育戏剧结合起来的。比如说今天有3个词，那我可能在我心里已经编好了这个故事，但是我在课堂上做 story asking 的时候，我会给学生主干，然后让他们填充这些细节。学生会觉得这个故事是他自己编的，但其实是我来掌控。然后这个故事编完以后，每个学生可以安排一个角色，然后大家把这个故事演出来。在演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听到很多中文的这个 input。但是因为现在我都是网上上课，也不教小朋友，所以没有办法把 TPRS 做到最好，也没有办法跟教育戏剧结合起来，就比较可惜，我觉得。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因为我也是不是说第一回听 TPRS， 但是对我而言还是很陌生的。那 TPRS 到底是属于 CI 的一部分，一个教学法吗？是这个意思吗？是另外一个流派吗？对，对。我们应该就是发明TPRS 的这个西班牙语老师，他就是深受 CI 的启发，所以他发明了这个。所以他们会说 TPRS 是一个 CI based teaching technique，会这样说。对，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采访过一位特别热衷戏剧教学法莫蒂老师嘛，对对，他把戏剧教学法，他也在我们的采访上直接带我们用戏剧的方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今天请素清老师来，其实也特别想要了解TPRS 怎么用故事来教中文。那素清老师，比如说现在有个学生跟你上课，你要怎么引导他去了解这个故事，而且从这个故事中，这故事可能有很多生词他不了解啊，那你会用什么样你的方式？然后这个方式当然跟你以前传统教学法是不同的，你会用什么方式？那个实际的操作是怎么样？对，OK， 我先根据可人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我先捋一下啊。首先 CI 是一个大伞，对吧？就是它底下包含了很多东西。我们说的 movie talk 还有这个 picture talk 都是。我觉得只要是 CI based 我都会用，但是如果是小班课的话，我一定会用 TPRS， 因为 TPRS 我觉得就是它可以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但是可能说到有一点就是很好的，就是成人有时候他反而就是限制住了，他没有办法给你很好玩的东西。所以这个要有耐心，我觉得有的时候他的确没有，他还没有打开他的思维。每个人都有很好玩的东西，那你培养他这个东西，你可以给他一个很荒谬的东西，然后他发现说，哎，原来我的思路可以是这样的，他需要一个过程，对，所以呢，我会给学生很好玩的东西。他说的什么东西我都会鼓励他，我说可能你说的对，很好，然后呢我再给他一个更好玩的东西，然后这样一直做以后，学生他会越来越打开，他会给你非常好玩的东西，但他需要一个过程，他不是第一节课就有这个东西的。对，所以至于我们要怎么做，就是肯定会有一个图片，对吧？然后呢会有一个故事的主线，这个主线呢我会提前编好。
因为我不想让学生决定故事的走向，因为会有很多学生，那故事会变得很乱。对，所以我提前想好这个故事大致在哪里，在什么样的地方学生可以加细节，但是这个细节不会影响这个故事的主线。对，然后在加细节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你需要鼓励学生，然后慢慢的他就会给你更好玩的东西。但是第一节课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有点无聊，这个就是没那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对，小孩子会很容易，但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难的地方，就是很难控制他们。然后大人就很听话嘛，大人的学生，对，所以就是我现在有4个小班课大概，然后就是每个小班课的氛围不一样，有的小班课他马上就能 get 到这个课就是为了好玩，然后有一些老师他本来也是 TPS 或者是 comprehensible input 的老师，然后他马上会给你很好玩的东西。那因为有这些学生的帮忙，他这个课就会有意思。但是有的小班课就是可能学生他不知道他应该给你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很疯狂的东西，所以的确每个班的氛围都不一样。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比如你给我们上一小节课，短短的几分钟，你就给我们一个主线，然后让我们补充一些细节。可以。好，比如说我最近用的一个故事是日本的一个故事，长鼻子的故事。来，什么叫长鼻子？对，那个故事叫很长的鼻子。对，好，那 OK，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人他有一个很长的鼻子，对不对？好，那我们想一想，他不想要这个很长的鼻子，他应该做什么？对不对？他应该做什么？所以你会问问题，你会随便问问题啊？就每个人都会给一个方法，然后李强老师掰掉这个，所以你现在可以把我们当学生试试看啊。对呀。好，来，我来。好，他去他去抓啊，我觉得哈，对，我觉得他如果他有一个特别长的鼻子，他也特别不想要，他可以来一个冲刺，比如说10米的冲刺，咣一下撞到墙上，你把鼻子给折掉。非常好，我喜欢。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可能有一点点疼，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对不对？那个人很疼，但是我们不疼，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好的。OK， 好，理查老师，你呢？你有什么好办法？如果我不喜欢长鼻子，我可能会把鼻子打一个蝴蝶结，然后鼻子就变短了，而且我又变美了，所以我会用这个方法。对，哇哦，非常好的办法。我也喜欢第二个办法。笨叔，你呢？你有什么好办法？我比较残忍，直接拿剪刀剪掉吧。对，也可以。对，所以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好，我们现在有3个很好的办法，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做了什么。然后我会给他们推进，就真正的主线怎么样？OK，对，所有的办法都很好。那就是每个人的后面的故事走向会不一样一点点。可是不是灿叔他的素琴老师的意思是他有他的主线，只不过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方法，他还是会照自己的主线走。对，后面会揭晓这个。很难控制那个人那我现在懂素琴老师的意思，你说主线就是这个意思。对，每个同学有自己不同的创意，但是你会照主线走对，要不然你想一想，我肯定是鼓励所有人的办法都很好，那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那我就是我故事已经决定好哪一个就是哪一个，但是呢，第2次用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故事变得更好玩。对吧？我可以选一个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但是第1次的话，我就会按照之前的主线，但每个人都参与了呀。然后我在写的时候，可能老师说的这个写故事我也做，我把故事写下来的时候，我可以把每个人的说的东西都放进去啊，然后每个人都觉得 contribute。对不对？每个人都觉得他有意思的。这个方法挺好玩的。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上课的时候学生说的那个故事的走向，你虽然没有采用，但是在课后你不是会给他又写故事吗？你写的不同故事的版本，就把不同的学生的细节加进去，他们就会看老师有没有用我的故事，他们就会觉得很新。
而且你不可能下课的时候写的故事跟上课讲过的是一模一样的。那 CI 最重要的就是新奇感，学生就会没有新奇感了。但如果你把不同的组成细节加进去，他不但觉得自己很受重视，而且学生也会有看到不同的内容。虽然在练习一样的词，但是有细节上不同的故事，他们也觉得很有新意。这个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因为这个学生也有参与到嘛。但是老师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主线，你才能够 focus 在你要强调的词汇上面或语法上面，对不对？而且第二天学生来读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每天给学生就是在公立学校给学生读故事，虽然是一样的目标词汇，但是我们每天读的故事都有少许的不一样，就大概框架是一样，细节少许不一样。这些细节是我把学生编的故事内容放进去，然后学生每天读故事，他就会很激动，因为他想看今天有没有放我选的那个细节。读起来就会很有热情。我觉得 CI 最重点的其实不只是有重复的 input，而是有新奇的感觉，并且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教学法。那这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这个蛮有意思的不过我觉得我想聊一下，因为我们最近采访了几位学生都是可理解性输入的方法来学习中文，这其实让我个人很吃惊像我们之前访问到一位外国学生那个 Tabby，他是完全可理解性的输入，他不做任何输出，但是他中文说的极好，听力也极好，几乎可以说快要到母语者的感觉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说我个人并不是可理解性输入的信徒啦，但是我看到最近采访几个这样的学生，让我非常好奇，就是可理解性输入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输出，还是我们根本不用去考虑输出的时机点？所以这个一直是让我觉得比较疑惑的地方。可能老师你先回答一下好，等一下再请素清老师回答。对。确实就是不用考虑什么时候输出真的听够的时候，对，听够的时候自然就会有输出。之前有一个 master teacher，我一定要向你们大家疯狂的推荐 Anik Chen， 他是我最喜欢的 CI 中文老师。他跟我说过，很多老师就逼问他说那我的学生如果发音不标准怎么办？那我的学生他记不住这个词怎么办？其实一切都是因为他没有听够，如果他听够了他根本就不知道错的发音是怎么样的，他就能发出来对但是现在我对这个回答我是稍许有一些怀疑的，因为我在听西班牙语，我也在学西班牙语，那我发不出那个 R 的音，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听够吗？就是说我一直不发 R 的音，我一直不锻炼那个肌肉，难道我就一直听10年，我真的就能发出 R 这个音了吗？这个会让我有一点怀疑但是说实话，就是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中文能够达到类似母语程度的人都跟我说，他们用的是可理解性输入来学中文他们就是疯狂的听，然后疯狂的创造一个沉浸式的中文的环境，然后自然而然的就能说出来我发现好像是有用的除了 R 这个音我还是发不出来。最近我就是看西班牙语的电影，然后这些电影没有一部是在我的水平上面的所以我看这些西班牙语的电影都很难，但是我是直接看字幕，我会看英文和西班牙语的字幕，然后每一句话我都会倒回去听5次所以然后当我看完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些规律，然后有一些常见的词我就会记得，我没有去记它，但是我就记得。然后今天我在跟我的西班牙语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电影里面学来的表达法，他就觉得很惊讶我怎么会知道，然后我也觉得很惊讶因为那个电影我已经看完有2个星期了，我没有故意去记住他们，但是我就是记住了。所以我觉得对，只要你听够了你就能说如果你说错了就是你没听够可能是这样 OK 除了西班牙语的 R 我是真的发不出来。那是你没有锻炼你的舌头没有关系，这是肌肉记忆的理论了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锻炼那个肌肉，我听的再多也没有用。笨叔，你会发那个音吗？我也发不出来，好多年了也发不出来。这个应该涉及到语太难言另外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些学说或理论了。对，但是 CI 的确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对不对？那我觉得 CI 可以解决中文的这个 tones 音调的问题，可以解决。跟语言的类别还是有关，对不对？我真的觉得这个输入真的是大量输入，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小孩子和大人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吧？可能就是记性会比较好一些。就是我儿子英语，我们从来没有教过他，他就是看 YouTube 那喜欢看的视频，然后他的发音真的比我和他妈妈都好得多，而且特别标准。然后呢，之前也没有要求他，比如说我们和他对话，其实对话也比较少。然后我们也比较懒得和他说，但是他通过看视频看的都是可理解性的东西，他喜欢看的魔方呀这些东西嘛。所以后来之前就是他妈妈有个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课，就是和老外上课，那种课就是有个教材什么的。然后我儿子一张口就和那老外开始聊天了，直接开始聊天。那老师说，哎，你的水平这么高，你就不需要和我讲这么低阶的东西。然后就是他才8岁，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学会的。反正就是好像不断输入，真的就是理解性输入，好神，我觉得好神奇的，真的好神奇的。这个方法就是神奇，我一定要跟别人强调。可能我觉得这个词它有一点点抽象，但是我觉得它给我的感受就是它真的是一个神奇的方法。那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它呢？第一个，我觉得没有用过的人不相信它，你要自己用，你自己用。然后如果我们都同意说我们需要 massive input， 那你自己做到了吗？你自己听够了吗？对不对？然后即便我们说没有听几百个小时、几千个小时，即便你就是听4、5个小时，但是它对你的脑子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你还是会觉得wow it starts to click，就是会有那些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因为我的脑子在就是明白更多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灿叔说到的就是大人和孩子的区别是什么？ Stephen Krashen 就是提出可理解性输入的这个语言学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你用可理解性输入的时候，就是学语言学习者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对，因为我们是公平的，我们都在输入。可是如果我们要强调死记硬背，那有的人记忆力好，有的人记忆力不好。但如果我们是用一样的方法，我们的这个区别就没有了。那不能完全消失，但是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明白。所以它就是 magical， 我觉得。然后我觉得成年人可能你说你先说吧。成年人，我觉得成年人没有耐心，这个和小孩子最大的区别。小孩子他没有想，我要6个月达到流利，但是成年人说我要6个月达到流利。成年人带着功利心，他变得没有耐心，他会怀疑他用的这个方法为什么没有效果。自然习得他就是需要很多时间。不是说我看到一句话我马上会用，而是我需要听很多很多遍，然后我的语感也很好，然后我说的也很自然，我的听力也很好。但是传统教学法就是我给你一个东西，我给你最有用的东西，你现在马上记住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小孩子不会这样想，小孩子觉得哎呀好玩，哎呀好玩，然后不好玩他就会说不想学，我讨厌中文课。对，而且小孩子有个特点，很多小孩子都是这样，他一个喜欢的东西他会反反复复的看，反反复复的听。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如果你用了这个方法，比如说我自己在用这个方法，那我觉得很多人他不知道他要调整他的心态，对不对？就是我要有耐心，我不要着急，我需要听够了，不管有什么问题，就像可人老师说的，要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听得不够。听得够的话，很多问题都解决了。真的有道理。对，其实我跟别的老师聊，他们会跟我说可理解性输入太慢了，但是我觉得刚刚素清老师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自然习得，这就是一个自然习得的过程。你想一下，一个小孩其实他是24小时都在听，但是他24小时听到了3岁左右、4岁左右，他说的中文是不是还是 broken Chinese？那很多人他都没有24小时听，他可能学中文就学了1年，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还是 broken Chinese？但是你想一下，当一个小孩他
24小时不停的听中文，然后要说到比较得体的中文的时候，他可能小学毕业吧，我觉得，小学对，毕业那都有多少岁？11、12年呢？然后大家觉得啊，不可能啊，我学一个语言要11、12年我才能说出完全不犯错误的中文吗？那可不就是这样吗？中国的 native speaker 都是这样，为什么凭什么你觉得你要1年半？就是网上有很多 YouTuber 会说，哦，我6个月，我1年半就达到了流利的水平。我很想，你知道吗？我很想枪毙他，那就是错误的示范。第一，他根本就不流利；第一，他根本就不流利；第二，他背后到底花了多少年，大家其实不知道。而且第三，他们其实在宣传一种错误的学习心态，我觉得。对，是。但我觉得是有可能，李灿老师的孩子，刚刚提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是有可能儿童习得语言的大脑活跃的区域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是有研究表明儿童活跃的区域和成人不一样。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语境，都是在教室里边有跟学生互动的这样子的。那素琴老师，你的频道的话，就是你肯定要制作你的视频的时候，考虑到没有这个学生跟你互动，所以在你的频道里，你在放视频的时候，你的视频的内容一般是什么样子的？那就是很多都是我个人的故事，我学生的故事，中国经典的故事，各种各样的，就是我尽可能去挖掘我身上所有我可以把它做成视频的材料，对，然后不一定需要互动，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你想学好一个语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首先要当好一个很好的 listener。我觉得很多人太着急，就是啥也没听，然后就想说，我就觉得你急什么？像这种不听的人，他的中文一定不会好。对，我不知道他怎么学习的中文，我真的我不明白他的中文是怎么学的，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你不需要和我互动，大部分的时间把工作交给你的耳朵，交给你的脑子，输出是很小的一部分，然后也不用着急。对，就其实我觉得我最近也对这个 CI 有特别的兴趣哦。我个人就采比较传统教学法啦，但是我最近已经都在教中文嘛，很久也没有说英文了。那我就在思考你们所提出的理论，就是那我个人到底怎么样学英文？我已经学好了，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让我的口语啦或听力更好？所以我最近就找一些比较有兴趣的，比如说我喜欢看超级英雄，我就去 YouTube 找了超级英雄的这个动画卡通来看。我发现我每天晚上大概都看1个小时左右，你真的发现哦，听力跟口语跟声调都会进步蛮多的。所以我现在慢慢会去相信这个输入的重要性。然后再加上我们最近有几个学生哦，在我礼拜5采访的时候上来，他们都说他们就是看灿叔的视频啊，看我的视频啦，看哪一些老师或看新闻的视频，他就是不断输入了，持续1年半，他的口语就讲得很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方法，就是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就是像可能老师说的啦，很多我最近接到一些同学也是这样，比如说他要在比如3个月可不可以把中文说好，他会给老师一个期限，我给你付这个学费，我可不可以3个月内就可以跟母语者轻松的交流？这个是很多成年人的常常要上私教课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可能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光我们母语者都要花10年左右的时间来让自己的中文流利的输出，更何况是第2外语的学习者。那所以我想再问2位老师就是说很多老师啊，像我一样啦，就是比较倾向于传统教学的老师，你们会怎么样给这些老师建议？就是说怎么样的改变或方法会对这些老师更好一点？就是比较想用传统教学的老师，你们觉得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建议，改变一下什么样的教法会好一点？可能老师答一下好了，答不出来。我在想，我觉得2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不代表传统的方法里面没有 CI， 只要他是在给学生 input，那就是 CI，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用的已经是 CI 的理论在做了。这是第一点。
只要有用的方法，我觉得就是好方法，我不觉得只有 CI 才是对的。第二点就是如果这个老师他只觉得就是 grammar drills、translation 这种方法才有用，那我不需要给他建议，因为我给了他也不会听的。他就只要他快乐，他的学生快乐就好。他觉得可以接受就好了。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能量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学生也很相信你，他也学得很开心，然后这个老师也教得很开心，他就是把中文传播过去了就可以了。我不觉得每个人都一定要用 CI，但是我会疯狂的想办法给所有的老师洗脑。如果洗成功一个就算一个。我们3个都洗成功了吧？我觉得有我最近一直采访可能老师，我觉得我有被洗脑。对啊，我也感觉我也被洗脑了，我也被洗脑了。过一段时间就过来给我们洗一遍。对，就是我从2018年做视频开始，我的目标就是我要给所有的学生和老师洗脑 CI 很有用，好像现在有一点点作用。有挺大的作用。我就是第一个，然后我现在就是继续把这个东西传下去。对，素清老师现在就一直广泛的在宣传跟使用。我真的觉得我有一点点入了邪教的感觉，是吗？对，我真的告诉很多人，我说如果 CI 是一个邪教，我一定是最疯狂的那个信徒。然后就是有人说，哎，那如果你碰到一个传统的老师，你会做什么？我觉得我会有2个点。第一个点是你用传统的教学法，你自己开心吗？那你的学生开心吗？如果你自己开心，你学生也开心，那好像你没有什么必要寻求改变，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你不开心，我是因为不开心嘛，我觉得很无聊，我才会觉得，哎，这个方法对我好，因为我开心，然后我学生也开心。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个误区，就是别人没有在寻求一个答案，你非得给他一个答案。没有人问我，哎，老师，我想要用一个更好的教学法。没有人问我的时候，我不需要急于告诉他这个答案，因为他们没有在寻找。对，所以这个就是缘分的问题。没有关系。如果现在他觉得他不要这个教学法，那可能以后10年以后有一天，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但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缘分的东西就不强求啦，不强求。不强求。那这个最后我想请2位老师给现在在学习中文的学生一些建议啊，因为特别是我觉得我们特别可以给一些自学中文的学生一些建议。他可能没有钱，或不要说没有钱了，他可能想要自己来学习这个因为2位老师你们的钱都很贵的，所以有没有这个自学？我希望你们2位老师给一些自学中文的学生一些方法，去看2位老师的那个视频也可以，这也是个方法。有没有一些不够呀？对，我们要更具体的建议。对，可人给一下这个自学中文的学生一些建议，好不好？好吧，我的建议是来自 Dr. Krashen 的建议，以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就是找到你自己觉得非常有兴趣的内容。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学习，那这个过程中你的脑子就会自然的习得这个语言，这是 Dr. Krashen 自己说的。然后其实在中国我们可能从小学或者初中就开始学中文，但是我的学英文对不起，对英文对，但是我的英文其实一直到了大学都不怎么样，我只是语法非常好。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一定要去美国，所以我开始每天都不去学校上课，都逃课，在宿舍里面看英文的剧或者是英文的电影，然后就差不多1年不到的时间，我的英文突飞猛进的好，而且是那种发音越来越美式。等我到美国的第1个学期，大家全都以为我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美国朋友。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说美式英文，然后其实我学语言没有任何天赋，一点天赋都没有，我就是用了 CI 这个办法，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用了 CI 这个办法，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然后反复的去看，就像小孩子看他喜欢的动画片一样，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自学的方法。很同意。好，素清老师呢？在可人的基础上，就是去找有意思的材料的基础上，我个人可能更享受语言学习这个东西，它算是我的兴趣。所以呢，对我来说，不一定是要非常有意思的，
有的时候是我可以听懂的东西，它也会变得有意思。对，所以可能就是你去找你能听懂的，能听懂它本身也是一种乐趣。然后如果理想的情况下，你可以找到又能听懂又有意思的，那就太好了，你就可以重复的听。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还有你的期望。对，对，你要去判断什么东西是可能的，什么东西是怎么说，油管上的一些。他们是做生意的，3个月学会，对，他们是做生意，这个是流量密码，你要去判断这个东西，对，你不能什么都相信，对，所以你要觉得说 ，OK， 合理吗？3个月达到流利不太合理，不太合理你就去质疑它，然后要对自己有耐心，因为它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它很长，所以要把它变得更有意思一点，对，要找一个可以坚持的方法。对，刚刚素清老师说的那个3个月不合理的，你把它剪成广告放在 Instagram， 叫大家来听，然后也会光这个质疑也会红哦，也会火。对，就是他们就是把它看作一个生意就好了。我不觉得生气，我觉得他们做这个出发点就是要流量，我觉得点击率啊，对啊，对。然后我也做过一个视频，我说了，其实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就是不聪明的，大部分的人就会相信这个。但是我们要做那个聪明的小部分，可以分辨的人。对，好，那今天谢谢2位老师，我觉得我学到很多我觉得除了 CI 之外我觉得第一个，大家在学习一门语言，真的从兴趣着手是最好的方法。你真的就不觉得自己在学一门语言，你觉得你在享受那个你自己的兴趣，只不过它的媒介不是你的母语，而是另外一个语言而已。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不要再相信华而不实的2个月3个月学会中文，我觉得就算学会了，那个也是一个比较没有文化基础的不扎实的一个语言，那这个最终还是会影响到你交流的这个实用度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应该也都获益良多。好，谢谢2位 CI 的大使，2位不是大师也是了好，那我觉得以后呢，这个我们应该会多多的来更加了解这个可理解性输入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于自学的学生也特别有用那如果大家觉得自学还是没有办法抓到这个学习法的精髓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这2位老师订课这2位老师都算是 CI 或 TPRS 的教学里面教的非常好的老师这边 Comprehensible Chinese 和 Unconventional Chinese 对吧？对，然后我们会在底下留下2位老师的资料各位同学有兴趣可以跟这2位老师订课，那或许你就可以享受到学习中文的乐趣好，今天谢谢2位老师，太棒了，谢谢，真的学到很多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们。好，那这句话确实不是空话，客人都来第几期了？可人已经是快要变成我们大叔加三叔加一娘中文，对不对？可能我觉得来过有10次了吧，从20，可能应该是最早的一个嘉宾之一吧，记得最早的一个嘉宾，最早的一个嘉宾，最早的一个嘉宾。店叔是不是应该要走了？对，好，那就谢谢大家，我们就最后了好，谢谢2位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再见，拜拜。再见。